嗨，大家好。香港的区议会选举呢，在11月24号刚刚结束。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香港的这次区议会的选举，以及这次选举呢对今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首先呢，就是香港呢目前是一共分为18个区，那每个区里面都有一个区议会。那区议会里面的区议员呢，每届任期是4年。那这次的选举呢，就是要普选产生一共452位的区议员，另外呢还有27个叫做当然议员。他们都是新界乡事委员会的主席们。那通常来说呢，这27位呢都属于建制派，所以呢，香港的区议员一共加起来是一共479位。那其中普选的这452位呢，结果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啊，就是泛民获得了385席，而建制派获得了59席，中间还有8席，8席呢是独立参选人，不属于任何的党派。一开始的消息呢是泛民获得了388席啊，后来又修正为385席。那无论是388还是355啊，泛民此次获得的席次都超过了85%，远远超过建制派。所以我看到了很多的网友都非常的气馁、失望，甚至是放弃。但我个人来讲呢，并没有那么悲观。那一会儿呢，我再给大家来解释为什么。那此次选举呢，泛民确实是大胜啊，他所获得席次比例达到了9比1。当然，很多的质疑声音也就出来了。那质疑最多的呢，就是他的废票率，废票率高达57%。那开始一度传出来是废票率达到了70%啊，那我想不论是70、60还是57，这些都是天文数字。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一共10个人过去投票，那其中有6到7个人都投错了，这个是非常的匪夷所思和难以置信的。那我不知道观众群里有没有一些台湾的网友啊？那台湾已经进行了20多年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选举了，那有任何一次选举它的废票率有这么高吗？好像是没有吧。那么这些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大多数都是网友透过媒体公布的数字的截图而推算出来的，但并不是选委会最终公布的数字。当然还有很多的传闻了，比如说点票啦、计票当中这些公务员当中混入了很多的黄丝，致使废票率达到了这么高。当然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中票了等等诸多的传闻。那我只是想说呢，任何形式的政治都是肮脏的，并不是因为你加入了投票或者是民主就会变得无比的圣洁。我们还记得2颗子弹吗？只要你没被抓住，赢了就是赢了。君子是没有办法跟小人去讲道理的。当然我并不是一个阴谋论者，所以我还是希望可以用事实来说话。那我个人推断呢，这么高的废票率不太可能。而且呢，从选后的这2天，建制派和林郑再出来面对失败所表现出这种淡然的接受的态度来看，似乎并不像网友所传言的那样。如果真的有如此之高的废票率，这在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来讲都是极为不正常的。重新验票、点票和计票是必然的。但到现在为止，这种声音并不太多，而重新点票翻盘的也只是个位数，这对大局的影响微乎其微。那既然这样，为什么我还没有那么悲观呢？那我来给大家罗列一堆的数字，我们来一起做一道算术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的总人口啊。那港府最新公布的数字呢，香港目前的总人口一共是752万，那其中呢有21.4万的流动人口。那什么是流动人口呢？就是这些人并不是香港的永久居民，或者是并不是持有香港的身份证。那他们这些人呢，可能是在香港进行做生意了，或者是出差了，那或者是走亲访友了等等啊。但这些人呢，就属于流动人口。那所以呢，把752万除掉21.4万的流动人口，剩下呢就是731万。那这731万人口当中，18岁以下不具备投票资格的呢，占到了90多万。那我们假设就是95万吧，因为这些数字不停的都在浮动当中啊。好，那剩下的呢就是636万人。那此次香港区议会的选举呢，一共登记的选民人数一共是413万。那413万除以636，所以它的登记率呢就达到了64%。换句话说呢，还有200多万18岁以上的人没有登记成为选民。那此次香港区议会选举出来投票的人数多少呢？是294万。那294万除以413万，得到71.23%的投票率，也就是所说的创纪录的71%的投票率。但是如果你把294万除以之前所说的18岁以上的636呢，那它的投票率就只有46%。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刚才提到的数字，也就是18加以上的人口636万。
那投票的人数呢是294万，两者相减呢就是342万，也就是342万是18岁以上的选民。那这其中呢也包括20万左右的非常住人口和20万左右的新移民。那什么是非常住人口呢？就是它跟流动人口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这些人呢他是拥有香港的永久居留权，拥有香港的身份证，他们是有投票权的，但是呢他们并不常住在香港。有些人可能住在内地，有些人可能住在美国或者英国等等啊。那这个就是非常住人口。那另外20万呢是有新移民。那新移民他们是拥有香港的身份证和永久居留权了，但是呢他们在香港居住的时间没有达到7年，所以呢他们目前暂时是没有投票资格的。当然这些数字呢是我查到的数字，那肯定并不会完全的准确，而且这些数字呢是流动的，但是呢它大致的浮动也并不会太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刚才提到的342万的18岁以上的选民呢减去非常住的居民20万和新移民20万，剩下呢大约是300万左右啊18岁以上的合格选民。那这个呢就跟这次出来投票的294万呈现了一个5-5波的一个局面。当然了，其中呢包括了已登记但是没有出来投票的大概是119万，和完全就没有出来登记的一共是180多万。这些人多数呢就是被香港泛民派称为港猪。港猪这个词呢是2010年的时候流行起来的，用来形容政治冷感甚至讨厌政治的人。这部分人的特点呢就是不关心什么政治口号，比如民主啦、自由啦、普选啦等等，他们只关心自己可以过好自己的安稳日子，追求平淡而惬意的生活。那这样的人呢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都是存在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被香港反对派讽刺为没有理想，甚至当其他人为追求政治改变而做出抗争时，总会埋怨社会的安定环境受到了骚扰，影响了他们的生计。所以此次香港爆发的所谓的暴力抗争呢，受到黑衣暴徒伤害最大的恰恰正是这些人。而香港的这次反修例风波逐渐暴力化，到最后演变为对于普通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是发生在7月21日元朗黑白互殴事件之后的。但有意思的是呢，此次2019年区议会选举的选民登记日是在7月2号，也就是7月初的时候，之后你再去登记也无法在今年进行投票了。所以即使这些政治冷感者想要去为反暴力而投票，在规则上也不允许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此次选举的投票比例。那非建制派呢获得了 56.8% 的投票率，而建制派呢获得了 41%。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次选举的结果并不差？大家可以想象啊，在此种政治氛围和阴谋论下，已出来的这 50% 的投票人中，依然有 41% 支持建制派，而剩下的 50% 的未投票者，建制派绝对有非常大的机会可以去积极的争取。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倒并不悲观。当然有些人会说啊，即使你获得了 41% 的投票率，但是呢你依然失去了 86% 的席次，接近90%。那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输掉的这些席次在实质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虽然泛民派的此次胜利呢对于林郑月娥政府来说确实是一个打击，但是这场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区议会呢缺少政治影响力，处理的呢大多都是日常的问题，比如说交通了、公共服务了、市政服务了等等等等。但是呢这些当选者多数只会玩政治和作秀，对于一些选民服务了、公共服务了，他们根本不行。好，其次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此次的区议会选举的结果对于未来的立法会选举和特首的选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好，那此次区议会选举议员一共呢是479位，其中包括普选产生的452人和27位的当然议员。那在这479人当中呢，在未来会产生6名的立法会的议员和117名的特首选举委员会的成员。那这117人当中呢，港九是57人，新界是60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对于立法会选举的影响啊。那为什么说这次的选举结果对于立法会的影响不大呢？就是因为他们的选举方式是不同的。区议会选举采用单议席单票制来产生，即每个选区呢只有1名候选人可以当选，赢者全拿。这个跟台湾的立委选举有一点点像。
那立法会的选举呢，则完全不同。立法会的选举规则采用的是比例代表制，简而言之，按照投票获得的百分比来获得席次。举例来说啊，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地方选区当中呢，建制派取得了87万票，占总票数的 40.17%， 而本土派及泛民主派呢，取得了119万票，占总票数的 55%。那可见上一次立法会的选举呢，跟这次区议会选举在得票率上大致相当。那我们再来看上届啊，那泛民主派呢，在得票数上远远比建制派要多。那不过呢，最终建制派取得了16席，而泛民主派及本土派呢，只取得了19席，相差只有3席而已，远没有这次区议会选举9:1这样的悬殊。而且呢，可普选的立法会席次只是全部70席当中的35席而已，所以可见泛民想要去控制立法会，谈何容易。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细想啊，即使泛民在立法会当中只有1个席位，难道港府想要去立什么样的法案就可以立吗？那从此次逃犯法案所引发的反修例风波来看，显然不能。所以1席和34席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建制派的任务呢，就是要守好立法会的多数，而不要让泛民成为多数，去通过类似于台湾的一些比如中共代理人这样荒谬法案即可。另一个呢，就是行政长官了。那此次区议会的选举结果对于未来2022年的下一届特首的选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实质上的层面来说，特首的选举要通过1200人的特首选举委员会来选举产生，并且由国务院来任命，一共2道关卡。换句话说，如果你要选自己的人当特首，600加的选票是必须的。而区议会最多只能派出117名代表参加该小组。即使考虑到反对派已经掌握了约400席的立法会的席位，那加在一起呢，一共是517席，那距离600票还远。所以呢，在短期内，对于下届2022年的特首选举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好，经过上面的论述，大家应该知道我对于此次选举的结果感觉并不太差，也没有那么悲观的原因了，因为在实质上的层面确实如此。但是这次选举包括之前5个月的政治风波，的确给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敲响了警钟。接下来要怎么做，务必要认真的思考，容不得半点的马虎。对于未来的选举，一定要牢牢地扣住现行的选举办法，这个是底线，否则香港真的将万劫不复。另一方面，继续执行之前已经制定好的止暴制乱的政策。此次选举泛民的大胜，从另一个角度讲，反而让他们找不到借口对选举来下文章了。好吧，那最后呢，还是要祝愿香港尽快的止暴制乱，恢复经济。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视频再见。